新年快乐！我们是提前退休，在世界各地旅居的 Leo 和 Lily。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天津市。今天我就一边带大家在这儿玩，一边讲一讲我们的新年决心，聊一聊我们2026年的旅居计划。天津是所谓的反卷之都，很多年轻人在这儿躺平，也很多人给我们推荐说这个城市相对于北京更适合退休养老。是这样吗？让我们来体验一下。一出火车站就到了海河边，这附近已经修得相当现代化，一点也不亚于北京。所以对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作为退休族，我们究竟是愿意住在这种二线城市比较完善的社区、比较新的房子里呢，还是愿意忍受北京市区的老破小，或者就像我们这样住在北京的郊区，但是我们进一趟北京城呢，比来天津还费事儿。我们到北京南站，从我们家花了将近2个小时打车呀，但是从北京南站到天津才花了37分钟。换句话说，享受北京所有的资源，是不是住在天津市中心更容易啊？另外看一看北京老破小的房价，再看一看天津核心区新房的房价，是不是你也有一种想去地里套利的冲动啊？过会儿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栋正在销售的全新的能够俯瞰5大道的，绝对是天津核心区的一高层公寓，看看它和北京的房价能差多远。看房之前呢，我们回到本期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的新年决心。第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争取10点睡着每天6点起床。熬夜失眠是我的老习惯了。以前工作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但是退休以后呢，这会严重的影响一天的情绪，也会影响一天的这个做事情的效率。我觉得第一点，早起才能早睡。另外呢，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把自己搞累。另外就是晚上少看手机。新年决心第2就是加强锻炼，早晨练核心就是腹肌了，晚上胸背就是上体的力量。老年以后，我们如果不做力量训练的话，我们每年大概会损失1%到2%的肌肉量。在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坚持去健身房。我们在我们的楼底下有个非常好的健身房。在北京健身房的费用不低，甚至比美国还贵，但这个钱不能省。旅行的时候，我们就用酒店的健身房。如果实在没有健身房可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家里跟着 YouTube 做徒手的训练。2006年增加几磅肌肉，掉几磅脂肪。晚清民国甚至是解放初期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上海。你看这些租界时代留下的老房子给天津带上了一种海派的韵味。我们现在再谈一下我们新的一年里的旅行计划。我们规划了3趟在国外的旅行。第一次去哪儿呢？你们很快就要知道了。国内大的旅行呢，也至少有3次。第一次呢，我们计划是春天要去一趟四川。成都呢是中国慢生活的典范城市，这我们一定要去考察。夏天呢，我们准备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山西、陕西、河西走廊还是东北呢？我还没最后定。西安是我们特别想去的一个城市，羊肉泡馍、肉夹馍，还有凉粉，这早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冬天呢，大概率会去云南。回到国内以后呢，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云南，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呢？我们一定要去一看究竟。这是天津的古文化街丽丽在这买朱砂呢。这个手机增加点颜值。我们现在回到了5大道附近呢，来看房子。你看这个小洋楼呢，就是这个新房的销售中心，后面几栋大楼里的其中的一栋就是这个正在卖的公寓。面是什么？其实这也就说明了，你看对面就是这个，对面就是过去的英租界销售处富丽堂皇，但也人可罗雀。我们在北京也看过几个销售处，大体也是这样。有119到136平的，它是分布在金银铜铁4个角以及项目的南侧。其实建商10几年以前已经拍到这块地的，但是他一直握在手中，想等一等，将来能够暴赚一笔。Timing is everything, right？大堂很华丽，但是它没有这个会所、游泳池这些公共设施。这是2户吗？对，这是2户。这个门是他们家的门是吧？对。一进来以后玄关，这个柜子倒不少这是
调空调的。就是放一些雨伞。看的第一套房子是119平方，2室1卫。哦，这景是不错。哦，这不五大道吗？然后那个是那个中间那叫什么？像赛马场的是不是感觉？嗯，多好，都有权威感。是有点儿。这看不到海河了。海河在东边儿。哎，这厅子是也不小啊。这厅挺大的。嗯，挺大的。这是厨房。对。反机吗？啊，做的这个标准还可以，是吧？有点小。这个是一个2室1卫。这都还带着那个。还带浴缸呢，这很少见。带浴缸呢。这很少见啊，这是完全干湿分离的。这就是那个多数。这个就是我们定位就是一个高端公寓，啊，你买1室的话，它也是有浴缸的。这个房间小点儿。这小一点。当时看电视上是这样的。这是主卧了，这个角度也。哦，这间房子来。喜欢这种城市风光。你别。这个的话，您晚上夜景是。啊，绝对的，绝对的。但是这怎么说呢？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么多楼啊。但是这个市中心。拥挤感。是，就是这种啊。我有点喜欢。销售代表说，这个房子可以谈到350万之内，每平方大概2万9啊。又看了一套正朝南的，但是它是对了一片民居，不是五大道，所以说景观有点差，不如西边好看啊。你这房子景的话，肯定西向是好看一些。这房子实在是有点。就跟您说，您要买周边老房都是这种房啊，你看东南西北朝向都有，这还不便宜呢，4、5万1平。就这底下这些啊，是，我就是。而且都特别破，里边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电梯，然后的话有的楼道里都没有灯。老破小。而且基本上您在这个片区买，您想买个100平米以上的房很少，这都是40、50平、50、60平的居多。这销售代表说的就是他这个房子实际上比周围的一些老破小卖的还便宜了，是吧？2万9 versus 他们报价4万到5万，哎，这也是国内的一个现象，就是新房子比老房子卖的还便宜。当然了，这些老房子也是很大程度上是报价高，有价无市啊，这在北京也是挺明显的。然后这个它的优势就是一个270度全景落地窗，当然有的业主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景色特别好，既有阳光有景，但是有的觉得就是可能有恐高的，觉得哎呀是不是太晕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点烟火。又看了几套其他的房子，无非就是说厅大一点，就像这个有这个落地的这个环绕的大窗户，另外有的房子还有这个 walk-in closet， 有的还有2个卫生间，12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吧，这个区间大概从300多万到400多万这个价位。这个销售经理说呢，这个价位如果到天津郊区啊，你能买一个独立的别墅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房子，并不是让大家去买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会买啊，我们只不过是让大家通过这个来体验一下天津的这个居住的成本，应该说是比北京低多了，是吧？实际上和我的老家济南差不多这个价位，我感觉300多万在北京能买什么老破小，还得是郊区的，我估计。其实北京的生活成本刨去房子以外并不是特别高哈，其实买菜呀这些东西都差不多，主要的差别是房子。所以说看了天津的房子以后呢，我是感觉如果你要退休，你干嘛要留在北京呢，是吧？离着北京这么近，就有一个平替在这儿呢。而且天津也不是乡下，天津也是非常繁华的，有非常好的服务的一个大城市。这儿光3甲医院就有38家，我估计看病呢比北京还容易。过一段呢，我可能会再做一期来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北京看病的最新的经历。确实是看病很难，而且成本也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低。这是从我们酒店的窗户看出去海河还有市中心壮丽的夜景。长期以来，天津一直掩盖在北京的阴影里。当然，北京如果你去工作的话，会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宽的眼界、更高的收入。但退休了呢？
早晨起来至少少了北京市的拥堵。